关注甜蜜君，看剧更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甜蜜君，今天给大家解析天官赐福的谜团。花城的通灵口令是什么？通灵口令就像电话号码一样，你若想与另外一个人能随时通灵传音，首先得拿到对方的口令。谢莲的口令是背诵1000遍道德经就是了。这个口令是谢莲800年前很认真想出来的，很多神官真的就念了1000遍道德经，其实那11个字才是他的口令。施清玄的通灵口令是风师大人年方28，风师大人风趣潇洒，风师大人善良正直，相当于每一次找他还得先夸奖他一番。灵文是第一文神，在上天庭可谓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灵文的通灵口令像免费的搜索引擎，灵文百事通。花城的口令一直是个谜，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这个让谢莲难以启齿的口令是什么。他非常期待谢莲对他说出这句话。谢莲第一次问他口令是什么，花城先是目光闪烁，说的时候目光微亮，一看就知道期待已久，证明这句话肯定暗藏爱意，跟谢莲有关。为什么是暗藏呢？因为花城是花怂，还没有互通心意前他肯定不敢明说，原著中也没有明确说明，但根据原文的一些细节描述，首先这个口令要满足几个条件。一，口令分为上下2句。在第231章要辨别花城真伪时，花城对谢莲说，你把我的通灵口令的上半句念给我听，我接下半句念给你听，你便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了。所以一句话的都不对。大家最期待的是我夫三郎可以排除了。这句话源自于鬼市猜灯谜时，大家偷偷给谢莲出的灯谜我夫花城，他们是不知道花城的口令。花城问谢莲，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出的灯谜？如果你的话当然会写我夫三郎啊。口令一句话的都可以不再考虑。2，让谢莲羞于开口。花城的口令是让谢莲害羞到念不出口，连默念也不行。谢莲还因此觉得花城太坏了，通过他的反应来看，肯定很撩人。后来谢莲在风信木晴没有听到的情况下，和花城对了口令还很不好意思，轻咳一声化解尴尬。花城说设这个口令是为了让别人知难而退，不敢找他，而且如果谢莲找他，就随时奉陪。花城也对风师说过，以谢莲的性格，没事绝对不会主动念出口令的。3，君无听了觉得很有趣。君无这个老父亲亲自看过谢莲与花城通灵，谢莲硬着头皮念完，在君无看来很有趣，还笑了笑。这里划重点，肯定不是很露的那种，而是说出来也无伤大雅的类型。4，黑水念的时候可以忍。黑水也跟花城通灵过好几次。首先看下谢莲的反应，这段话有很多线索。花城目光微亮，微心上升道，哥哥可听好了，我只说一次。明明很期待，要他说100次他都很愿意。谢莲听完睁大眼睛道，真是这个？你没弄错，这里划重点，真是这个，这里要看清楚。很多人看成还真是这个，这2句话的意思不一样。真是这个只能说明谢莲很惊讶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证明这个口令不走常规路线，有点特别，但不一定前面出现过。而还真是这个是指之前这句话谢莲曾经听过，两者有区别。花城泰然自若道，就是这个，不信哥哥现在试试。花城很自信得意，所以牛人才敢这么设的。谢莲哪敢试道，那岂不是每次别人找你都要对你默念3遍这句话，那岂不是会很不好意思？这里说明谢莲是羞于开口的。能让他害羞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很嚣张显摆自己的，比如唯一的神明、忠诚的信徒；另一种是关于爱情的，
花城嘻嘻的道：就是因为不想别人找我，我才故意设成这句话的。不过如果是哥哥要找我，随时奉陪。其实就是想告诉谢莲，我的通讯录希望只有你一个人，欢迎哥哥随时来找我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这是花城最喜欢的诗《离诗》。这首诗在小说里出现过2次，一次是他们在极乐坊千灯观中时，谢莲让花城为观写匾，两人还手贴手写下的。花城写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谢莲接了下句：取次花重懒回顾，半言修道半言君。这首诗是唐代诗人严整用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深情，为怀念妻子所作。划重点：妻子。这首诗的意思是，经历过无比广深的沧海的人，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，除了银针霞蔚的巫山之云，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。前2句，花城把谢莲当作是生命中最无可替代的人。后2句的意思是，我在花丛中任意来回，却懒于回顾，一半因为我潜心修道，一半因为曾经有你。是不是很符合花城的心境？除了谢莲，其他人都看不上了，身边美女如云都懒得看一眼，努力修炼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为了可以更好地保护谢莲。第一次去千灯观就写下了这一首情诗，暗戳戳地表明心意。巫山云雨是男女之事另一种含蓄而形象的说法。花城虽然叫花怂，但是很会聊，经常聊得谢莲脸红心跳。这句诗满足了以上几个条件，因为是情诗，谢莲念的时候会不好意思。君无觉得用诗做口令有意思也正常，黑水念句诗也没什么。但有个细节，如果是这句诗，谢莲说了上句，谁都可以说下句，就没办法辨别花城的真伪。加上花城有可能让别人对他说半言修道半言君吗？所以这句排除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唯一的神明，而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信徒。这句话对花城有特殊意义。在249章太子殿下的奇妙记忆漂流里，谢莲失忆，花城说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唯一的神明。谢莲恍惚间下意识接了，而你永远是我最忠诚的信徒。他觉得仿佛在哪里听过这样郑重的承诺一般。小说里还提到，在花城消散的最后一刻，他说了一句，虽然是无声的，谢莲却很清楚他说了什么。那是花城从一个小孩时就开始，至死不渝都在贯彻的一句，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信徒。承认自己是对方唯一的神明，再告诉对方他是自己最忠诚的信徒，这种话要谢莲说，他肯定是羞于启齿的。但是这句话被否定的原因是，花城告诉谢莲口令时，他们还没有互通心意，而且这句话让谢莲念，只能改为在你心里我永远是唯一的神明，而你永远是我最忠诚的信徒。换作黑水和其他人念就不合适了。花城怎么可能认其他人做神明？怎么可能让别人挣他的便宜？而且在鉴别花城真伪的时候，花城念的是第2句，那就变成花城念，而你永远是我最忠诚的信徒。他不可能这样做的。还有几个候选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无论多久我都会一直等着你，你还会再遇到我的。这2句太煽情，不符合他的性格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，那就为了我而活下去吧。为你明灯3000，为你花开满城。问口令时他们还没有互通心意，谢莲也不知道花城是800年前的那个小孩。第1句说出来就暴露了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虽然他不会这么设，但是挺适合他的。以上几个如果只为谢莲一个人设还有可能，面向大众就不可能了。为爱上天入地，为你所向披靡。
作者有话要说里写道，本文的真言是：为爱上天入地，为你所向披靡。这句非常有可能是花城的通灵口令，不但表达了他对谢莲的爱意，毕竟800年他脑子里只有谢莲，他所做的一切都跟谢莲有关，指向也不明显，还没有表明心意之前，谢莲也不知道说的是他。这句话符合了以上几个条件，上下2句话让谢莲羞于开口，让他说情话他是挺害羞的，特别是对花城。老父情节的一个鬼王那么痴情也很有意思，黑水也能念，流着汗念完，2个大老爷们心里敞亮，有什么不能念的？只有心里有想法的念了才觉得害羞。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花城说这样让别人可以知难而退，对一个谈之变色的鬼王说那么肉麻的情话，普通人是有点尴尬的。同为鬼王的黑水，他不是普通人。你觉得哪一句话更像花城的口令呢？写在评论区，分析不容易，记得点个赞再走哟。我是甜蜜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